好，你好，人类好，我不是 Mickey。你猜到我是谁了吗？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等你准备好，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职业倦怠。在一个遥远的未来，科技进步已令人类生活充满奇迹。这个时代的人们喜欢将自己的手机放在自己的身体里。然而，看似低能又冒失，有着英国特色秃头的高瘦家伙香菇先生却依然坚持使用一部古老的手机。他的老哥常常取笑他，说：嘿，我弟弟很轻，只是他的手机很重。香菇先生昨天特地早睡，结果失眠，早上醒来之后感到满满的倦怠。他在想，这是不是一种职业倦怠？香菇先生的职业是一个科幻小说家，他的作品都是关于人类和科技的冲突和协调。他常常用自己的古老手机来写作，因为他觉得这样更有灵感。但是最近他的销量不佳，他感到很有压力，也失去了写作的乐趣。他老哥看他郁郁寡欢的样子，问他怎么了。于是他把他的感受告诉他老哥说，你如果不想写作了，你还能做什么呢？香菇先生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写作，这是我唯一的梦想，但是现在我觉得写作好无聊，好没意思，好难。老哥说，那你有没有试过换个角度，换个方式，换个主题来写作呢？或者你可以去找一些新的灵感，比如看看别人的作品，或者去旅行，或者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还是你想让我看看你写到哪里？老哥这么认真，让香菇先生有点惊讶。香菇先生把他的作品拿给老哥看，让别人看自己作品总是无法避免内心感到羞耻。香菇先生感觉自己赤裸裸的，他两手放在自己的英式秃头上，慢慢往下滑到眼睛，最后遮住了自己整个脸。老哥一边看着香菇先生的作品，一边点头。故事中主人公的好友突然面临一个重大选择，面对这个抉择，那个好友意识到，快乐很简单，简单却很难。老哥看完了香菇先生的作品，抬起头对他说，你的作品很有想法，很有感情，很有深度。我觉得你不是没有灵感，而是没有信心。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不要对自己有太多期待，你只要写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的快乐就可以了。但是这边呢，你不觉得我写得很怪吗？香菇先生说，主人公知道这个选择将改变他的命运。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主人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Gallup 的研究表明，人类接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的伴侣。这个结论在动物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面对这个事实，主人公开始怀疑自己过去的感情经历。老哥说，我不觉得你写得很怪，我觉得你写得很有趣，很有创意，很有知识。你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资讯，比如你提到的 Gallup 的研究，他是一个进化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些关于接吻的研究。他发现接吻不只是一种亲密的行为，也是一种选择伴侣的方式，因为接吻可以让人们交换一些关于基因相容性的资讯。我觉得这个主题很适合你的科幻小说，你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故事的转折点或者高潮。香菇先生不知道，原来老哥的知识量如此充沛。在这个充满矛盾和挣扎的时期，香菇先生需要的正是老哥，他需要老哥带着他穿梭在工业化城市中，去目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残酷，再把那些场景以象征化的黑色电影语言展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即由他的古老手机走遍这科技进步的时代的各个角落，去探查人们为生存奋斗，为了权力而争斗，为了爱情而牺牲的样子，去探查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和手机的依赖和迷恋，以及对于自己的灵魂及梦想的忽视与放弃。他用他的手机记录这些场景，用文字来描述他的感受和想法，这会令人回味无穷。老哥说，所以你同意吗？香菇先生说，当然同意，这可是你说的哦。当然，因为你是我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没看过玩命关头吗？那个玩命光头的电影，他出了200集，我知道剧情集数越高，内容越夸张，到最后他们整天都在月球上飞车追逐火星人。是的，好吧，这可是你说的哦。
香菇先生拿出他的古老手机，按了2下，周围的立场突然产生变化。他跟老哥双双来到一个破败的贫民窟，老哥被这传送之门给吓了一跳。这是真实存在的地方吗？我所写的都是我真正看到的东西。香菇先生说。老哥看着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他看到了一群扛枣的孩子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一个瘦弱的老人在路边乞讨，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年在吸毒。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天堂就在这里，你想要的都有。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一脸就是要向他们介绍这里的世界观的样子。你们看到那个高高的围墙没有？里面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城市，那里是富人和权贵的天堂。谢谢你的介绍，我叫做刁诈天。刁诈天面无表情地说道。刁诈天，老哥重复道。刁诈天和屌炸天发音很像，屌是叽叽炸天的意思，是把全天下都毁了。他说，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有着伟大的梦想，还有一只温暖的手，渴望改变这个冷漠的世界。然而我的行为举止经常让别人感到不安。你可能会发现，我经常尝试各种重口味挑战，不顾一切的追求刺激。不过我不是坏人，只是手里拿着一把刀。你可能会不禁担心我的行为是否出于真心，直到我逞强救人，还被一拳揍倒。原来这里的世界是这样的。老哥若有所思的点头，他理解了一些事情。香菇先生看着刁诈天，觉得他很有趣，很有个性，很有潜力。他想要了解他更多，好，把他写进自己的作品里。他说，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你是做什么的？你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刚才不都讲完了吗？你是不是根本没在听呢？老哥有点假装跌倒，刁诈天立刻上前搀扶，还对他说，别冲动。香菇先生疑惑地看着刁诈天，不知该从何写起。突然刁诈天向主人公展示了他的手机，一部运行着众多智能程式的高科技手机，里面有些程式只会装疯卖傻，而另外一些则不断用花言巧语打乱操作者的思路，那些手段玩得炉火纯青。刁诈天解释道，这些程式让我学会了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的残酷，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的手机跟你们不同。老哥说，我的手机在我体内，所以没有那么多装疯卖傻以及花言巧语的事情，但我依旧知道如何面对世界的残酷。刁诈天听了老哥的话，感到很好奇，也很佩服。他说，你的手机在你体内，那是怎么做到的？你不会觉得不自在吗？你不会担心手机会对你的身体或者思想造成影响吗？你会从体内发出电磁波或是辐射吗？你的健康不会有问题吗？老哥突然一脸倦怠地看着香菇先生说，嘿，我想回去了。这么快？香菇先生说，我们才刚到而已。故事到此结束。玩命光头最终会讲述的一个不畏生死的大家长，他的任务是渗透一个火星人的恐怖基地，破坏他们的超新星核弹计划。他飞车冲入火星人的核子反应堆，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弹头，上面写着终极毁灭。他没有时间通知支援，只能自己想办法。他发现了一个线路板，上面有一个红色和一个蓝色的按钮，他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只能凭直觉选择。他深吸一口气，按下红色的按钮，结果弹头爆炸了，将整个基地化为灰烬。为了家人，玩命光头喊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随之牺牲了。但他成功阻止了恐怖组织的阴谋，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生命。他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传奇。故事真的到此结束。这个故事有趣吗？我觉得太有趣了，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不过还是结束了耶。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都是 Mickey 的错。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